我不是被爸妈深爱的孩子，其实我很早就知道。4、5岁时，妈妈带着我去过很多医院做检查。进去之前，她总是叮嘱我，一会见到医生，你就傻乐，吐口水，满地打滚，大喊大叫。只要你照做，我就给你买喜羊羊棉花糖。我很乖，照她说的做了。医院瓷砖地拖得很干净。打滚尖叫时，我看到地上映出自己扭曲的脸，真的很丑。我表演得很卖力，但医生不信，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不能给你出具智力残疾的诊断。我们走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女孩好好培养，将来比儿子还强。别以为孩子小不记事，等他长大明白过来，心里该多难过。”从医院出来，门口就有卖喜羊羊棉花糖的。我拽了拽妈妈的手，她满脸烦躁，转身就给了我一巴掌。吃吃吃，就知道吃。你知道这1年来带着你到处看病花了多少钱吗？医院人来人往，大家纷纷看了过来。我捂着脸，哽咽着小声道：“可是妈妈，我根本没有生病啊！大人真的很奇怪。我真正咳嗽发烧的时候，他们不怎么搭理，可我活蹦乱跳，他们却四处看医生，想要证明我病得不轻。爸妈最终还是没有开到残疾证明。那年年夜饭，奶奶垮着脸，早2年管得松弛，把这事办了就好了。现在好了，我到时候2腿一蹬到了地下，也不知道怎么跟你爸交代。”妈妈皱着眉叹气，现在已经这样了，总不能为了个孩子把铁饭碗丢了。虽然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但我没有享受过浓烈饱满的爱。爸妈的单位离我小学不过几百米，每当下大雨，院里其他孩子的爸妈都会想法子请假来接，可他们不会。有时碰到好心的叔叔阿姨，会顺便让我挤一把伞。如果不赶巧，我就得淋雨回家。妈妈说，就2里路，你沿着街边的门面走，淋不到多少雨的。其他孩子生病发烧咳嗽，父母急得一整夜都睡不好，但妈妈会叮嘱我，开水壶我放床边，夜里要喝水就自己倒，咳嗽的时候用被子蒙着点。我跟你爸明天还要上班呢。那时候我就在想，或许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所以我很努力地学习。我们年级有6个班，我一直稳定在前3名。院里人夸我聪明时，爸妈确实会笑得比较开心。这孩子省心，我们都没怎么管过他学习，但也仅此而已。我又去参加各种比赛，在市里我的妈妈主题演讲比赛获了1等奖，其他孩子都是家人陪着，一起拿着奖牌站在台上合影，只有我独自举着奖牌，对着镜头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那个偌大的黑洞般的镜头好像在笑话我，看，露馅了吧？演讲稿里的妈妈不是你真实的妈妈，她只是你翻了很多本书，搜了很多网页，编造成的假妈妈。那时妈妈没有教过我生理知识，我白带来的很早，有段时间特别多，内裤经常湿漉漉的，我很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便去问妈妈。结果她狠狠皱眉，一脸嫌恶地说：“你肯定是平时不注意卫生，才会这么多，以后不用给我看，自己多擦擦。”这件事让我很受伤，恰好遇到期中考，我考砸了，掉出了年级前100。班主任特意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我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成绩下滑很厉害，但妈妈也没生气。孩子有起伏也正常，我会关注的。我很难过，冲爸妈发了脾气。我做什么你们都不在乎，你们根本就不爱我。爸妈这次发火了，我们供你吃供你喝，给你买衣服买鞋买辅导书，给你零花钱，还额外出钱送你上补习班，这还不够吗？顾胜兰你还想怎么样？要我们把心剖出来给你看看有没有刻你名字？
那一刻我开心又惶恐，开心他们其实真的爱我，又唯恐他们觉得我贪得无厌。只是这感觉只维持了短短几天，生活又变回从前模样。我与爸妈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跨不过去的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老房子墙角的那丛野菊花，冬天悄悄枯萎，春天默默抽新芽，秋天无声无息开小花。只是哪怕它开出了生命里最饱满灿烂的花，也没有人会蹲下来微笑着跟他说：哇，你开得真好看。身边的人都说你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不爱你还能爱谁？是啊，他们只有我，他们只能爱我。所以我不在意奶奶说顾家断后，以后她没脸去见爷爷的屁话，我也装作听不见乡下亲戚们嚼舌根。女孩不顶用，还是得有个儿子才行。让我爸妈趁着年轻偷偷再生一个，没关系的，他们别无选择。我如此自我安慰，渐渐长大，进入初三，那是2015年年底，继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后，15年开始各路小道消息说全面二孩政策马上就要放开了。那时候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新闻，什么妈妈怀二胎，老大成绩一落千丈；妈妈怀二胎，老大跳楼；妈妈怀二胎，老大心头不忿推倒妈妈导致流产之类的。这天晚饭桌上，我忐忑地递上月考成绩单，我从年级前30掉到了年级80多，我很担心被骂。妈妈扫了一眼成绩单后说，单位安排我去外地学习，要1年时间，初三学习紧张，你爸也不会照顾人，以后你就住校吧，一定要专心学习，别想东想西。那时我竟傻傻地以为他们是在为我的将来考虑。我不想辜负他们的安排，从冬天到夏天，每一个日日夜夜，我都在努力学习。最后一次模拟考，我拿到了全校第2的好成绩，连班主任都夸我：顾胜兰，只要稳住这成绩，你肯定能进全县前30，到时候就能进市重点了。我所在的县城最好的高中是一中，可这些年教育资源在不断往市里集中，县里好老师都被挖走，在大学扩招的情况下，一中的一本率还连年下滑，市重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这次谈话后，学校放了3天假，让我们考前自我调节下。我拿着成绩单回家，迫不及待想告诉爸妈，我有希望去市重点，我可以做他们同事中最有出息的孩子，我可以给他们挣面子。路上碰到有老奶奶卖姜花，妈妈很爱这个花，以前碰到总会买一把，所以我用准备买武大郎烧饼的钱买了一大束。一会视频时，他便能看见了。我一路跑回家属楼，不知是谁家有喜事，楼下的鞭炮屑堆得满满当当，玉兰树下一丛丛的小枝子开得正好。隔壁栋的李爷爷正在嘎嘎作响的老旧健身器材上锻炼，他微笑而怜悯地看着我：盛兰，恭喜你当姐姐喽。当姐姐，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一刻喷发，我心跳如肋骨，一口气飞奔上5楼，推开门，家里正是热闹，一堆人围着妈妈，她戴着帽子，手里抱着一个红彤彤满是绒毛的孩子，骄傲无比。盛兰刚生出来尖嘴猴腮的，我都以为是护士抱错了。你们看盛杰，白胖白胖的，大家纷纷附和：8斤半，难为你还能顺产出来。你们2夫妻在正式单位上了这么多年的班，房子车子都有，现在有了儿子，这些就有人继承喽。还是你命好，赶上了最后一趟车，但凡我再年轻5岁，也能拼一把。如被万千岁玻璃哽住喉头，我艰涩开口：妈。众人纷纷朝我看来，妈妈脸色大变：
好像我是洪水猛兽。他将怀里的孩子搂紧，问：“你回来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我快步上前，想看看那个孩子，可客人们纷纷围过来，他们拽我的胳膊，困我的手脚，好言相劝：“你爸妈瞒着你是怕影响你学习，你有了弟弟，以后嫁人也不怕被婆家欺负撒。他们一片苦心，全部为了你，你可千万不能有害你弟弟的心思，多可笑啊！从小到大，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我身上如此费心，竟是做了这么一场盛大的骗局，让我当了唯一一个被骗的小丑。”我情绪激动，砸了锅碗瓢盆，掀翻椅子，冲客人咆哮：“我不需要弟弟，我不需要，他根本不是我的靠山，他是来跟我抢爸妈的。”亲朋纷纷指责我：“你爸妈为了你忍了15年，你也要体谅他们，不能这么自私。”所以老话说的有道理，女儿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客人四散，家里一片狼藉，那把纯洁的姜花掉落在地，被踩了无数脚，变成一滩难看的脏污。妈妈让奶奶把弟弟带回卧室锁好门，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你是姐姐，爸妈养了你15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现在就算有了弟弟，爸妈最爱的还是你。”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汹涌而出：“妈妈，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是那个一根喜羊羊棉花糖就会让我上当的小孩了。”一连2天多我都没吃饭，一开始妈妈还好言好语地哄着，后来便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亏你吃短你穿了吗？你要死要活的给谁看？你不帮着带下弟弟就算了，还让我一个坐月子的伺候你安抚你，你怎么这么自私？”奶奶翻着白眼：“你们平时就是太惯着他了，别管他，饿了自然会吃，还能把自己饿死不成？”隔着薄薄的门板，我听见顾胜杰半夜里一直哭，凌晨2、3点，妈妈还抱着他走来走去，轻声细语给他唱催眠曲。我听见妈妈发现自己没奶急得哭，爸爸凌晨1点多开着车跑遍县城找开门的母婴店买奶粉。顾胜杰不过轻轻咳嗽了2声，爸妈就急得不行，想去医院。原来他们不是不懂怎么爱孩子，只是不爱我罢了。我躺在床上，看着日升日落，月明月暗，日月轮回有时，每一日都是新生。可我的人生恐怕坠落之后就再也没有升起的时候了。就在绝望之时，远在外地的姑姑给我打了电话。她是奶奶口中的不孝女，念了大学，在大城市有了好工作，却一大把年纪也不结婚，很少回家，更没有反哺家里。她跟爸爸也不亲近，但对我尚可。记得小时候，我整个冬天都在流鼻涕，爸妈和奶奶都不当回事，说我是不爱卫生。是难得回来一次的姑姑带着我去医院，挂了号，拿了20来块钱的药，治好了毛病。她跟我联系的不多，但每年都会给我寄课外书。她劝我：“盛兰，越是这样，你越要打起精神。只有考上好高中，上了好大学，才能像我一样走出那个家。就这样烂在家里，你甘心吗？”我强撑着爬起来，去厨房找吃的，打碎了一个碗，惊动了奶奶。她骂骂咧咧进了厨房。我就说没有哪个傻子会把自己饿死。你知道你爸妈单位里有多少人怀孕了，偷偷去照 B 超，是女孩就留了重新怀不？你爸妈当时明知道你是女孩，还坚持把你生下来，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妈妈从主卧出来，小宝睡了，妈你小声点，给盛兰煎2个鸡蛋吧。顾胜杰每天半夜哭个不停，很影响我睡眠。虽然一再告诫自己沉着冷静，可考试那几天睡不好，情绪也受了很大影响。出分数那天，正好是顾胜杰的满月酒，爸妈订了县里最好的酒店，摆了10几桌，
席面3888一桌，待客的烟都是软中滑，天气阴沉沉的，暴雨将至。妈妈抱着顾胜杰笑得像朵花，来来往往的宾客都在夸他长得好看，一副聪明相，以后一定能上清华北大。他是世界的中心，无人在意。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日子。我拿着手机站在窗边，拨通了查分电话。雪白的闪电点亮阴沉沉的天空，滚滚雷声由远及近，却盖不住电话那头机械的播报声。我考砸了，非但去不了市重点，甚至比一中的分数线还低2分。一个选择题的对错，就为我的人生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雷声隆隆，顾胜杰被吓得嗷嗷哭。妈妈去洗手间了，爸爸陪客人喝酒，一整个面红耳赤。我40多岁还能生儿子，牛不牛？我以后死了也有子子孙孙上坟喽。我捏着手机，走到爸妈1000多买的婴儿车边，盯着他。他张大的嘴巴里没有牙齿，只有红红的一根舌头，连着一个深深的、仿若不见底的黑洞。我低下头，朝他伸出手。就在这时，上厕所回来的妈妈飞奔过来，一把将我撞到地上。她紧张无比地抱起金疙瘩，戒备地看向我：“顾胜兰，你想干什么？”她质问完，就看到我手里捏着的小毯子。我是脑子坏了，才会想着给她把踢掉的毯子盖上。那一瞬，妈妈神色很是尴尬，解释道：“我没其他意思，只是弟弟还小，我怕你不会抱摔着他。”我扔下毯子，冷笑一声：“你猜的没错，我就是想摔死他。”动静闹得大，爸爸被惊动，他脚步虚浮走过来，妈妈低声嗔他：“就知道喝酒，我不是叮嘱你，别让胜杰离开你视线吗？”宾客们也凑过来，李叔的女儿跟我一届，她满面喜色问我：“我家朵朵超常发挥，压着线进了一中，胜兰你呢？考了全县第几？”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朝我看来。爸爸催促，我都忘了这茬了，快说呀，你考得咋样？我破罐子破摔，我没考上一中。爸爸眉头皱得能夹蚊子。李叔笑容一僵，舔了舔嘴唇，低声道：“哎呦，瞧我这一高兴。”这乡下的那些亲戚纷纷摇头，低声议论着：“不是说平时成绩很好，有希望去市重点的吗？丫头片子心理素质不行，关键时刻不顶用，连一中都没考上，以后还有什么大出息？幸亏顾惠国生了个儿子，以后光宗耀祖还是得靠胜杰。”妈妈一边摇着顾胜杰，一边宽慰我：“没事，咱读二中也是一样的。”我冷冷瞧了他一眼，然后走到乡下亲戚那一桌前，猛地抬起桌角一掀。既然这么多吃的都堵不住他们的嘴，那索性别吃了。桌子翻了，汤汤水水，火锅碟子乒乒乓乓。我拍了拍手，扬长而去。我一个人在左宗棠广场上游荡。我看到年轻的父亲让女儿骑在脖子上，这样就能看见人堆里的表演。小女孩嘎嘎乐个不停，父亲的嘴角也咧到太阳穴。我看到2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姑娘喝着奶茶在聊天。我妈怀2胎喽，那你怎么办？他们给我在市里买了房子，只写了我的名字，怀就怀，不让我带就行。凌晨1点多，我听到挺着大肚子的女生哭着在打电话，她打麻将把我们准备用来生孩子的钱都输光了。妈，当初我要是听你的，多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盯着她看了很久，直到她擦干眼泪，拖着肚子站起来，勉力朝我笑了笑：“小姑娘，很晚了，早点回家吧，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学我。”我起身回家，一进门就收获了爸爸的2耳光。他跳起脚骂我：“那些都是你长辈，你自己没考好，还敢掀桌子，犯了错不道歉，
大半夜的不回家，养了你10几年，你对我们对长辈就是这样的态度，都是你妈把你惯坏了。有本事你就永远都别回来呀！”妈妈从主卧冲出来，拉住他：“小宝好不容易睡着了，你别把他吵醒了。孩子回来就好了，打他做什么？”他拉着我进卧室，一边给我涂去肿的药，一边说：“你爸也是担心你出事，这不到现在都还没睡吗？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不回家，多危险啊！”我握住他的手，看着他静静地问：“妈，你会供我继续读书吧？”“肯定啊，爸妈跟爱弟弟一样爱你，当然会送你读高中。”我想通了，赌气、争吵没有意义。如果不够爱，我再做天做地，换来的也只是厌恶，而不是怜惜。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未来的人生。我这个分数，就算是塞钱是重点，也不会收。县里只有一中的教学质量还过得去，其他高中1年都考不出几个一本。一中的赞助费公开透明，5000块一分，1万块，我就可以进一中的门。我将他的手握紧了点。你知道我平时成绩的，我是发挥失误了。你们出点赞助费送我去一中好不好？妈妈怔住，沉默几秒后道：“盛兰，你从小就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2中的老师也都是正规院校毕业的，你去那读也是一样的。”我把手抽回，讥讽一笑：“那县医院的医生也都是正规医生，你生儿子为什么非要去市里做检查，去市里的妇幼医院呢？”妈妈皱眉：“这2件事怎么混为一谈？”我还想再说几句，顾胜杰哭了。妈妈立马扔下药站起来：“剩下的你自己涂下。去一中的事，我跟你爸再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自然是不愿意的。第2天的晚饭桌上，爸爸说：“你要真的聪明，就算是没扎里读书，照样也能上清华北大。要不是那块料，送你进士重点也没用。”妈妈要吃饭，奶奶换手抱孩子，她一边喜爱无比地捏着顾胜杰的脸，不住地说：“乖孙乖孙”，一边对我横眉冷对：“你爸妈送你去读2中，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看我们村里那些妹子，考上一中都有父母不公的。要我说，你不如干脆别读了，在家帮着带去平方圣杰到3岁，让你妈妈快点回去上班赚钱，等你满了18再出去打工。”妈妈立马打断他，给了他一个眼色：“盛兰还那么小，怎么会带孩子？盛兰，你也理解下爸爸妈妈，我们都是拿死工资的。现在你弟弟出生，奶粉、尿不湿各项检查都是钱，都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你这种情况去2中，应该能拿到奖学金。这样一来，读书花不了多少钱，老师肯定特别重视你，你自己也有成就感些。上百块一包的尿不湿，2、300一套的婴儿衣服，3、400一罐的进口奶粉，2000多的婴儿床，1000多的婴儿推车。你们花这些的时候不心疼，到我这1万块就拿不出来了。我只觉得可笑。就这样，你们还说在你们心里我跟弟弟是一样的，睁着眼说瞎话。你们不怕报应到你们宝贝儿子身上啊？”爸爸气炸了，把碗筷重重一放，指着我的鼻子：“顾胜兰，你不要给脸不要脸，钱是我跟你妈赚的，我们想花在谁身上就花在谁身上。你吃穿用度哪一分钱不是我们出的？我们供你吃供你喝，送你上高中，对你已经够好了。你看看你这自私自利的嘴脸，以后我跟你妈还有弟弟能指望你吗？你要是再闹，这高中你就别读了。”妈妈一直用手拽他，示意他别说了。他看向我，轻轻蹙眉：“爸妈只有这点本事，要养你们2个孩子，实在是没这么多钱。是你自己没考好，
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要是自己能弄到钱，那就去一中吧，我跟你爸也不会拦着。15岁的我去哪里弄1万块呢？姑姑的手机一直关机，奶奶冷嘲热讽：你姑就是个没良心的铁公鸡，你还想让她出1万块？别做梦了。那些劝我体谅爸妈养2个孩子辛苦的亲戚，更不可能把钱借给我。几个要好的同学倒是很同情我的遭遇，只是他们七拼八凑，也不过凑到1000多块。那时我的生活圈子还只在小小的县城，我沿着长街一直走，我舔着脸敲开了每一道有可能帮助我的门，收获了许多白眼，一些奚落，一些敷衍，一些同情。我口干舌燥，头晕眼花，月亮沉下去时，夏日的燥热依然没有退去。妈妈打电话给我，借不到钱吧？早点回来吧。我跟你爸也是希望你以后有个兄弟互帮互助，你对弟弟别有这么大的敌意，他还那么小，我们要一起爱他呀。挂断电话，我胸口的那团火燃得更猛烈了。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想要去一中，不只是为了有更好的将来，更是对他们的一种反抗。他们不想在我身上花钱花精力，不在乎我是不是能成才，我就偏要努力，偏要去那最高的地方。其实要拿到那笔钱，我还有最后一条路。我有一张银行卡，里面存着我从小到大拿到的压岁钱，这卡开了将近10年，里面应该至少有2万块，卡在妈妈那，密码是我自己设的。她此前一直说等我成年后就把那张卡给我自己支配。这天我终于等到了机会。顾圣杰夜里有点咳嗽，爸妈不放心，带他去医院。没一会，奶奶出门买菜去了，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冲进主卧，试着去开保险箱。从前密码是爸妈的生日组合，提示错误。我试了爸妈的各自生日、结婚纪念日、我的生日，都不对。眼看只有最后一次机会，我深吸一口气，输入顾圣杰的生日，密码正确。爸妈真的很爱他，如此急不可耐地在家里的任何一件东西上打上他的烙印。我拿出那张属于自己的卡，飞奔到 ATM 机，输入密码后，我点击查询余额。几秒后，界面跳转，38、24、38、24、38、24，反复查了3遍，依然是这个数字。所以我的钱到底去了哪里？我急迫地想知道答案，跑到医院，在儿科找到了他们。我把卡对到妈妈面前，红着眼质问：我的压岁钱呢？为什么只剩下38了？这么多年我一分都没舍得花，你们是不是都拿去用在顾圣杰身上了？那是我的压岁钱，还给我。妈妈抱着顾圣杰连退几步，爸爸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你趁我们不在，去开家里的保险柜了，你这是偷东西！我怎么养出你这样的女儿？没良心的东西！你弟弟肺炎了，你一点都不关心，脑子里只有钱钱钱。你以为那是你的钱吗？妈妈语气也满是不耐烦。盛兰，压岁钱本来就是人情往来，你能收到钱，是因为我们给了钱出去。说到底，那个钱也不是你的，家里有需要，我跟你爸就拿来用了。我跟你爸照顾你弟弟已经够累了，你也快16了，能不能懂事一点？不要总是这样无理取闹。既然不是我的，那一开始便说清楚，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让我以为你们其实还是有点爱我在乎我？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希望，然后又狠狠的失望？我眼泪滚滚而落，可他们不在乎。妈妈追问：保险箱里的金银首饰你没拿吧？见我不回答，他给爸爸使个眼色，让他赶紧回家一趟。爸爸走时狠狠盯着我：你要是敢动家里的金银首饰，我打断你的腿！我真傻，
我刚才应该把那些金灿灿的手镯项链通通拿去卖掉的。我戳穿了他们塑造的谎言，他们恼羞成怒。爸爸放下狠话，要么就乖乖去二中，自己想办法再跟学校申请点奖学金，要么你就干脆别读了，在家里带弟弟也好，去街上打流也好，你想怎样就怎样。你现在主意大了，我跟你妈管不着你。骂完我，他们开始夸顾圣杰，我家小宝真乖，做物化都没哭，比姐姐强多了。来，小宝再喝点奶，生病了我们更要好好吃奶，才能快快好起来。阳台上的窗户开着，热辣的夏风涌入，低头看去，楼下香樟树那样小，摇晃着浑身树叶，仿佛在朝我招手。那一瞬，我就像是魔怔了一样，想去拥抱他。爸爸从主卧出来给弟弟洗奶瓶，见我趴在窗边，冷笑道：“怎么，你想跳楼啊？我告诉你，我不吃寻死觅活那一套。我跟你妈没有亏待过你，你想跳就跳，我就当没养过你这个女儿。”那棵香樟树的手摇得更欢了，仿佛在说：“来呀，他们都不喜欢你，他们只爱弟弟，活着有什么意思？到我怀里来。”我强行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退后2步。不能死，死了他们不会后悔，只会骂我没良心，辜负他们这么多年的养育。我得好好活着，我得认真读书，我一定要离他们远远的。如果实在去不了一中，那我就……便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是消失了数日的姑姑。我前段时间被派去封闭培训，手机不能带，刚刚才知道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还好吗？无尽委屈汹涌而出，我躲进房间，哭着说出这些日子所经历的一切。这是我唯一的稻草。我哀求道：“姑姑，你可以借我1万块吗？我给你写欠条，等我考上大学就做兼职还你。”姑姑沉默了一会，问：“盛兰，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不如我们搞点大的，你想不想去市重点读书？”姑姑有个大学同学，如今在市重点里当主任，此前欠了他一个大人情，赞助费要10万。我占着你姑姑的名头，帮你出2万，剩下8万你给我写欠条，你敢吗？敢。到了这一步，我还有什么不敢的？但爸妈不同意，8万块的赞助费，你怎么不去抢钱？而且是重点的学费、住宿费，各方面的开支都要高多了。圣杰处处要用钱，我们没这个能力。姑姑言简意赅，赞助费包括学费、生活费，我都会借给盛兰，你们不用担心。奶奶爆发了，前后后得10几万，你有这个钱不孝敬我，不留着帮圣杰，你浪费在盛兰一个丫头片子身上，你是疯了吧？姑姑不搭理他，我是借给他我的钱，我爱借给谁就借给谁，你们目光就是短浅。盛兰要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1年工资20-30万，这点投资算什么？他有能力，不更能帮到你大孙子吗？或许是被这句话打动，爸妈最后同意了。但是妈妈悄悄跟我说，别以为你姑姑真的对你好，她都快40了，不结婚又没孩子，现在给你几颗糖，是想以后让你养老。我跟你爸才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心里要有数。是重点开学很早，妈妈把我送到宿舍，给我铺好床，又把衣服都整理好放进衣柜里。她陪我去食堂吃饭，给我点了份我最爱的红烧排骨。临别时，她给我塞了1000块，摸着我的头发红着眼说：“妈妈知道委屈了你，可爸妈也有自己的苦衷，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要考个好大学。你姑姑也是卖了面子才让你进来的，你别丢她的脸。生活费不够了，就给我打电话。人就是这么复杂，妈妈不那么爱我，却又怕我心里的天平偏向姑姑，
他也知道姑姑在帮我，所以又会让我争气。那段时间，老家的亲戚不知说了多少闲话。顾云就算想帮扶哥哥，也该从盛杰的身上下手撒。盛兰那个成绩，一中都考不上，还花那么大的价钱送到是重点，不知道顾云脑壳里在想什么东西。他那时候自己考上是重点，他妈他哥不肯让他去，最后只能去一中。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故意送盛兰去喽。只是我看盛兰那个成绩，他那10几万怕是还不上喽。那3年是我整个学习生涯中最痛苦的3年。入学时，其他凭实力考入的学生已经利用暑假的时间把高一上册的内容学了个七七八八，而我却跟白纸差不多。入学考我拿了班里倒数第1，被班主任拎到办公室训。我不管你是走谁的门路进来的，到了我这个班就得给我好好学，不能拖后腿。学习这条路也从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时候你倾尽全力，还比不上有天赋的人随手翻翻书。我就像是井底的青蛙，从前困于小小初中，觉得自己是响声最嘹亮的那一只，现在来到大江边，才发现有那么多比自己强的蛙。如妈妈所料，我从鸡头变成了凤尾。妈妈说：“你看，我之前的顾虑还是有道理的，一中是重点，不适合你。”姑姑说：“别跟最厉害的那个比，要跟你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又进步了，今天的自己也在努力，这就够了。水滴石穿，非一夕之功。”妈妈总问我姑姑给的钱够不够花，要不要再给我生活费。姑姑从不问，她给了我卡和密码，每个月1号都会定时往卡里打钱，从不延误。我很努力地学，夜以继日。我不在乎老师的白眼，同学的冷漠。我舔着脸一次次去问自己不懂的题，每一次我都会追根究底，直到自己彻底吃透。一开始他们都是有些嫌我的吧，后来大约我坚持不懈。数学课代表张丽不在，一向高冷的年级前3李成冲我招招手：“过来，我教你。”讲完题后，他跟我说：“以后别去烦张丽，他自己的题都做不完，有不懂的来找我。”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整个高中我都是住校，周末都在宿舍。这时候宿管不会盯着我们熄灯。有次元旦大家都回家了，整个宿舍楼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我做试卷到凌晨2点多结束，感觉到一阵深深的寒意，走到阳台一看，原来外面下雪了。我在细碎而纷扬的雪花里喝完一大杯热水，然后钻到被窝里沉沉睡去。明天醒来又会是新的一天，明天醒来还会是继续努力的一天。那时候我只有寒暑假学校实在不能住人时才会回家。顾盛杰越来越大，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我的房间堆满杂物，书桌和床上也全是给他囤的奶粉和尿不湿。他会爬了，妈妈喊着小宝小宝，满屋子追着他喂辅食。爸爸会将他高高举起，用胡子扎他，逗得他咯咯笑。这样其乐融融的一幕极为刺眼。我大多数时候都在自己房间活动。那天顾盛杰自己爬到门口，一个屁股蹲摔着了，嗷嗷哭。妈妈扔了东西，急吼吼地冲过来，见他就摔在我脚边，皱着眉指责我：“他这么小不懂事，你踢他干嘛？”这样的时候太多，他已经在心底预设好了答案。我解释他也不会信，我冷着脸让他离我远点，别影响我学习。那3年，我承受了亲戚们许许多多的闲言碎语，也看到爸妈商量在市里买房子。县里没什么好的幼儿园小学，盛杰的教育一定得重视，要让他赢在起跑线上。房价未来还要涨，咱们趁早下手吧。
拿不出1万块赞助费的他们，却用50万卖了县城的房子，凑出来上百万，在市里贷款买了一套学区房，写上了顾胜杰的名字。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房产证，妈妈解释道：“这是为了弟弟读书买的，所以写了他的名字。房子虽然是弟弟的，但妈妈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呵，多么拙劣的谎言！但我已经不会再失望了。3室1厅的房子，主卧是爸妈，儿童房留给弟弟，还有一间装成了书房。寒暑假我回去住时，妈妈会把书房里的沙发床拉开，书房没做衣柜，我的衣服就叠在行李箱里，摊开在沙发床边。回学校时，理一理全部带走。每一次想要松懈时，每一次难以坚持时，我总会一遍遍告诉自己：顾胜兰，你一定要争气。他们放弃了你，他们不在意你，你更要好好爱自己呀。只有站得够高，才能看到他们痛哭流涕的样子。如果你堕落了，他们就会说：哦，你看，果然这钱就是浪费了吧，果然不该在女孩身上投入太多。3年，漫长而又短暂。我总以为还有时间再多攻克一个难点，总以为还有时间再复习一下古诗词，总以为还有时间再做一套英语卷。可高考它已经来了。考试前夜，妈妈给我电话：“你弟弟又发烧了，你爸单位请不到假，明天我要带他去吊水，你自己去考场可以的吧？”“可以的，妈妈，我早就习惯你们的忽视了。”在考场外，我遇到了李成，他说：“你烦了我快3年，其他门我不管，数学至少要考135哦。”张丽从背后走过来，揪住他的书包，走了。有你这么给别人压力的吗？你以为数学135是市场买白菜呢？他拉着李成走出几步，回头对我笑笑：“顾胜兰，你肯定行。”我涂上语文第1道选择题的答案，我写上数学第1道大题的解。我听完英语的听力，英语我提前做完了。检查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顾胜杰，与对我的赡养不同，妈妈坚持他学英语要早，1岁就开始给他听英文歌，放英文对话，所以当1岁半的他吐出一句 goodbye 时，妈妈激动得热泪盈眶，抱着他亲了又亲。我家胜杰真聪明，真是个小天才。其实我英语很不错，4次考试都在135分以上，但是这些他不关心，也不会知道。高考出成绩那天，是顾胜杰幼儿园小小班的毕业典礼，他参与了演出，头顶上装着几片绿叶，演一棵树。爸妈盛装出席，从家里出门到表演开始，妈妈发了7、8个朋友圈，写了无数段的小作文，说什么孩子长大了，聪明了，那叫一个热泪盈眶。我独自去网吧查分，我不想一个人在家用电话查，那会显得我像个罪犯，孤独地等待着法官宣判刑期。分数出来前几分钟，我一直刷新着界面，旁边几个男的叼着烟，正在屋里哇啦玩游戏，等待开局的间隙，红毛哥偏头看了下我这边，问：“妹妹，你查高考分呢？”“嗯。”他的几个兄弟催他开局，他摆摆手：“等等，这会别抢网络。”等妹妹查完分数，一时间，一大帮子男的拧了烟，全部凑了过来，七嘴八舌的：“妹妹，你在哪里读高中？你感觉自己考得怎么样？一看妹妹就是聪明样，指定能考清华北大。”时间到了，我输入准考证的手有点抖，可把他们急坏了。哎呦，错了，是8不是4，或许是因为他们没玩游戏吧。页面跳转得非常快，大概2、3秒，成绩就出来了。我闭上眼睛不敢看，就听得他们欢呼声四起。633，妹妹你闭什么眼？快看快看，你可太行了。我反复揉了几次眼睛，确保自己没看错。
633，真的是633，跟我平时月考成绩相当，我正常发挥了。这一瞬，眼泪唰的就下来了。红毛哥打了个响指，网管，给咱们1人来瓶冰可乐庆祝，挂我账上。这么好的事，你该笑。我妹明年也高考了，希望她也跟你一样考得好。几个男生轮流跟我握手，说要沾沾喜气，带回去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侄儿、侄女之类的。我很惶恐，我这分数考不上清华北大的，也不是顶厉害的。他们笑了，我们几个不是专科就是2本，最厉害的也就红毛是普通1本。妹妹，相信我们，你已经很牛逼了。红毛哥拍拍我的肩，妹妹，少抬头望神明，多低头看苍生，这样比较快乐。我破涕为笑，你说的还挺有文化的。几个男生损他，可恶，又被这小子装到了。是啊，这世上有太多天才，有太多我遥不可及的神明。可低头看看，我其实已经爬得很高很高，比绝大多数的人高多了。网管送来可乐，红毛哥拧开递给我，大家哈哈乐。来，恭喜英雄妹妹！塑料瓶子碰在一处，绵密的泡沫咕嘟咕嘟，就像我心底正在噗噗噗开放的花。原来我不是孤独的罪犯，我是一往无前的英雄。刚喝了一口可乐，手机响了，是个隐藏号码。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姑姑焦灼的声音：“盛兰，成绩出来了吧？考得怎么样？633。我考了633。姑姑嘶了一声，笑了。可以可以，跟我当年差不多的分数。你以前试卷多难，我比你可差远了。别妄自菲薄，这个分数是你应得的。他语速很急，我们封闭训练不能带手机，我请假借了单位电话给你打的，这会得挂了。恭喜你，盛兰。刚挂断他的电话，张丽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怎么回事？电话一直打不通。考得怎么样？633。你呢？他得意洋洋。那自然要比你多一点，658。旁边李成的声音露出来：顾盛兰，你数学多少分？有135没？刚好135。李成乐了，可以，这几年没白给你讲题。他早就拿到了保送清华的名额。上次参加高考，大约是为了陪张丽，微信里都是同学朋友询问考试成绩的消息，大约半个小时，我才回得差不多。这时，妈妈的电话总算姗姗来迟：你弟弟的毕业典礼刚刚才结束，分数出来了吗？能上个重本吗？他对我成绩的印象还停留在高一那会。我倾尽全力，也只能拿到年级300多名，所以才有这样的发问。我深吸一口气，我考了633，能上个不错的985。妈妈狐疑：多少？你不是哄我的吧？我挂断电话，直接给他发了个查分截图，很快就刷到他跟爸爸发了相似的朋友圈：恭喜爱女高考取得了好成绩。不枉费我们多年的培养。顾家有个大的微信群，7大姑8大姨的都在。今天不断有人艾特我，恭喜我，并且教育我：你能考出这样的成绩，你爸妈在背后的支持功不可没。以后上了好大学，找了好工作，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爸妈，要帮扶弟弟姐弟2个齐头并进。爸爸在下面乐呵呵。父母为孩子的付出都是应该的，我跟他妈妈对他和圣杰都是一样的，把他养大供他读书也不是为了养老，我们自己有养老金，只要将来他能拉着弟弟一把就行。这是我们整个顾家的大喜事，到时候等通知书下来，请大家伙一起热闹，他们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爸妈大言不惭，开始传授教女心得，口口声声说爱我，对我比对顾圣杰好，
还说顾胜杰比我更聪明，我能考630多，他的宝贝儿子将来一定是上清华北大的料。亲戚们一阵吹捧，他越说越起劲，我越看越恶心。以往我在这个群里就是个透明人，但今天不一样，我必须要对回去。我能考出这个成绩，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姑姑。当时爸妈不肯出一中的赞助费，只想让我去二中读书，可以争取奖学金，尽量少花钱，把钱留给宝贝儿子。是姑姑不吝钱财，放下颜面，才为我争取是重点的机会，让我站在了更高的平台。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我自己。高中3年，我从来没有懈怠过。寒暑假回家，没有自己的房间，窝在书房的沙发床上，顾胜杰在外面大喊大叫，我也没有放弃过学习。三要感谢我爸妈，感谢这3年来他们对我不管不问，没有干预我学习上进，感谢他们防着我，生怕我害顾胜杰，所以没有让我带孩子，这样我能专心学习。感谢他们的心房没有我的房间，让我清楚自己必须要努力，因为我没有退路。四还要感谢曾经挖苦我、嘲笑我、打击我的亲戚们，是你们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好好学习的心。发完这一切，群里陷入一片死寂，只从不说话的姑姑冒出来，简单回了句：不用谢我，钱是借给你的，你只需要谢谢从不放弃的自己。爸爸的电话轰过来，劈头盖脸就是骂：顾胜兰，你发的都是什么玩意？你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谁教你这么跟爹妈跟长辈说话的？你这么没良心没教养，你信不信这个大学我不让你去读？我将手机挪远，等他发泄完，静静开口问：你有什么办法阻止我去读大学呢？1周前是我生日，我满18了，我成年了，你无法再履行我监护人的职责。至于学费，现在都是助学贷款，生活费我可以自己打工赚。不过我想，本来你也不想给我出学费生活费的吧？或者你去跟教育局投诉，就说我不孝顺不恭敬，不配读大学，让他们别录取我。顾惠国气炸了，没良心的小婊子，你是要把我气死？你这么有本事，以后就别回家。我笑了，行啊，这次就听爸爸的，以后不回家打扰你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这几年来学校要填家庭联络地址，我一直留的是姑姑的地址，联系人留的也是姑姑。张丽家有个闲置的老房子可以借我暂住，班主任也帮我联系了几个家教，只等高考成绩达标，对方孩子放暑假，我就能去上岗。我后来填报去了姑姑城市里最好的那所大学，他当初也是那个大学毕业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当晚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准备给我办庆功宴，地点定在某某酒店。说到底我们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你弟弟小，一天到晚不是这病就是那痛，爸妈对他的关注自然多点。但他没来那15年，爸妈眼里是只有你的呀。下周的宴席是特意为你办的，你一定要回来。妈，别装了吧，你们以前是不是爱我，自己心里没数吗？没有弟弟之前，我尚可以自欺欺人。每个孩子不同，每个父母也不同。或许爸妈只是不懂得如何去表达爱，他们心底是有我的。可是有了弟弟之后，那层薄薄的纸被戳破，露出藏于底下血淋淋的现实。他们不爱我，管我吃管我喝管我长大，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妈妈生气了，你这孩子怎么就说不通？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跟你爸对你已经够好了，你看看你乡下那些堂妹，哪个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可是妈妈，爱不是纵向比较，爱是横向比较的。我只需要跟弟弟比，
爱是天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你在弟弟那头不断增加砝码，将我高高翘起在云端，稍不留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现在却来怪我，为什么不肯体谅你们的好？为什么不感恩？我言辞拒绝配合演父慈子孝的戏码，可他们还是如期办酒，庆祝我考上了某某大学。为我庆祝的宴席却不需要我的到场，真的是很搞笑。我提前1点去了学校，陪姑姑过40岁生日。她带着我跟一大帮朋友一起吃饭，搂着我的肩膀说：“这是我侄女，以后来这边读大学了。”她的朋友都很和善，是侄女也是校友。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亲叔叔、亲阿姨。酒过3巡，李姨开口：“小云，阿琛已经不在那么多年了，你孤零零的也不是个事，还是好好找个人。”姑姑打断她：“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我喜欢一个人。”她是笑着说的。可是我看到她眼底强忍的泪水，原来冷静坚强的姑姑也会有如此脆弱的时候。我伸手挽住她的胳膊，大声说：“姑姑，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你还有我呀。”姑姑笑了，揉着我的头：“是啊，我还有大侄女呢。”后来我才知道，阿琛是姑姑大学时代的恋人，两人进了同一家单位，已经定下了婚礼的日期。姑父日常工作危险，那一次被歹徒盯上报复，为了保护姑姑，姑父丢了性命。他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爱。姑姑比我更惨，从小爷爷奶奶对她的忽视更甚，是姑父给了她浓烈的爱，让她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阴霾。可姑父死在了最好的年华，姑姑见过了世间最完美的爱，遇到了最纯净的恋人，她再也无法爱上旁人，便一直独身到现在。念了大学后，我很忙，学习很忙，另外还跟几个同学一起学视频剪辑，推广产品。那几年小视频正是兴盛，这活不复杂，却能带来不少收益，覆盖我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绰绰有余。我还存了钱，慢慢还上欠姑姑的债务。让你写欠条，是省得家里那些亲戚到时候找我借钱，不用你真还的。我坚持必须要还的。姑姑，还的是钱，还不完的是情。我心里很清楚，他是诚心诚意要帮我，不然哪个傻子会在15、16岁的孩子身上投资10几万呢？上大学没多久，遇到疫情，学校开始上网课，妈妈给我打电话：“你要是回来，得提前跟我说一声，现在外面病毒这么严重，你弟弟身体弱。”我打断他：“放心吧，我不回去。那你能去哪儿？去姑姑那？他早就给了我他家钥匙。”妈妈沉默了下，道：“你姑姑还是没处对象吗？你欠了他多少钱？别到时候被他拿捏着你欠钱这一点，让你给他养老。他都40多了，再不结婚，孩子都生不出了，以后老了可别赖上你。”我笑眯眯：“我愿意呀，姑姑对我好，我愿意给她养老。可你是我们的孩子。”什么？我拔高音调：“爸爸不是说他有儿子，以后就当没生我这个女儿吗？你爸说的那都是气话。你是我怀胎10月生的，当时我生了3天才。”我不想再听，挂断了电话。既然当初那么辛苦，那么痛才生下我，为什么不多爱我一点呢？疫情给爸妈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大的一点就是顾惠国失业了。之前他们夫妻都在县城里的正式单位，是不多钱也不多。后来为了给顾胜杰买学区房，夫妻2人付了100万首付，咬牙买了市里200多万的房子。妈妈想尽办法调动到了市里一个国企建筑单位，顾惠国则辞职去了一个薪水不错的企业。没办法，每个月那么高的房贷，不换工作养不起房子。但疫情一来，企业出口业绩大幅下滑，只能裁员。
顾惠国年纪大，工资高，进公司的时间又不长，综合来说是裁员的最佳选择。他已经45了，这个年纪很尴尬，经济形势又不好，去哪里又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呢？顾惠国失业后，家里房贷的压力扑面而来，妈妈咬牙坚持了半年，最终将顾胜杰从昂贵的双语幼儿园转学到普通的公办幼儿园。他开始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诉苦，说顾惠国找不到工作，现在索性天天在家坐吃山空，说顾胜杰转学后就得了手足口，传染了班里好几个孩子，导致被同学排挤，说他们单位效益不好，季度奖和半年奖已经取消了。我基本上都是听听，很少回复，有时候回一个哦。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一直不删他们的微信？我就是在等这一刻，就是想睁大眼睛看看，他们如此倾尽全力拖着宝贝儿子，到底老天爷会不会让他们如愿，过得风生水起？现在看来，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在这一刻给了我一些怜悯和安慰。妈妈的朋友圈发的越来越少，也不再炫儿子了，给我发的吐槽语音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大2下期，他哭着给我电话：盛兰，妈妈错了，妈妈从前不该这么对你。妈妈听说你在学校干兼职，也能挣不少钱，你能不能帮帮妈妈？家里的房子要断供了。我惊讶不已，妈，我读大学，你们没出学费生活费，现在还找我要钱还房贷，你怎么开得了口？顾惠国在一旁吼：我们养你到那么大，你也该有点回报，你该出一份。我很为难，这可怎么办呢？我一个大学生，靠贷款才能上学，可拿不出多余的钱，但是我心里还是很爱你们的，我有很多很多爱，你们要吗？顾惠国气炸了，小婊子、小贱人、小杂种骂个不停。妈妈在电话里跟他吵了起来：够了，她是你女儿，你骂她就是骂你自己，要不是你没本事，家里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不会说话你就闭嘴。我来说。听到妈妈关上门，电话里隐约有顾胜杰的哭声，还有顾惠国的吼声。哭什么哭？要不是生了你，我也不用沦落成这样。妈妈低声哀求：盛兰，以前是我跟你爸爸偏心弟弟，但我们吃穿用度也没亏待过你。你要是拿不出钱，就跟你姑姑借点5万，妈妈只要5万救急。你姑姑没孩子，留着那么多钱也没用啊，她只听你的。5万，她怎么不去抢？我冷冷道：你可以把房子卖了。妈妈否决：现在房价跌了，我们卖了房子，亏太多了，而且你弟弟还要上学，再撑一撑，等房价涨一点，等你爸找到工作就好了。16年前后，房价经历过一轮几乎翻倍式的增长。他是在18年年初买的那套学区房，那时正是房价高点。疫情后经济不景气，房价也在下行，经济不提振，房价如何还能飞涨？到现在还在做梦呢。等你和爸爸老的需要赡养时，我会每个月按规定给钱的。但你要我一个在读大学生出钱供弟弟的房子，这可不行。要么你把这房子份额给我一半，那我也能想想办法。他不肯。你一个女孩子，以后结婚，男方会准备房子的。你要房子做什么？而且你将来又不一定回市里，你就帮妈妈这一回。当妈妈求你好不好？不好，我断然拒绝。沈笑道：我以前也求你们赞助我读一中，求过很多次的。妈妈哭了：我错了，是我们错了，你就帮忙求求你姑姑，行吗？我们是你爸妈，胜杰是你弟弟呀。我懒得听，挂断了电话。再后来，他舔着脸求姑姑，可惜姑姑总是各种集训，电话经常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也不接。
到我大3时，妈妈单位不仅发不出半年奖和年终奖，就连工资也无法按时发放了。他们终于还是熬不到顾圣杰读小学，把房子卖了，房价跌了不少，他们只拿回了一部分首付，这些首付不够再买个房子，市里没房子，只能统筹读书。顾圣杰被分到一个菜小，妈妈的朋友圈极少在炫娃，都是各种转发及其多少个赞，就能免费领小礼品的链接。我保研那年，顾惠国认命去送外卖了，不过他脾气暴，自己迟到了还跟客人吵架动手，最后被开除。后来又被妈妈押去当了保安。听说他穿着工作服去学校接顾圣杰时被嫌弃，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开汽车，你就只能骑电瓶车？为什么他们当老板，你当保安？我是不是姑姑或者姐姐偷偷生的孩子？他们都说你们的年纪像我爷爷奶奶。顾惠国被气得心梗，妈妈头发白了一半。最快的刀，还是要由最宠的人来捅才最痛呢？后记：我24岁生日这天，姑姑把高中时我读书的那张卡又给我了。这几年你还我的钱都在这卡里，就当是姑姑给你的傍身钱。有了这笔钱，以后你不管是选择继续读博、步入恋爱，还是单身一辈子，都会有底气。那晚月光很亮，我想我的未来还很长，以后每一个夜都会如此明亮。我想顾惠国和妈妈的人生也会很长，毕竟顾圣杰才8岁。